Hello，我是那个大叔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那看到这一大堆的僵尸，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吸血鬼这个派系。好，我们来快速简单介绍一下。那最前面呢，一样是一字排开，总共是出了5队的僵尸，没有错。僵尸真的便宜又好用。那中间呢是摆了3队的荒坟守卫长戟版本，主要是为了反大。不过，这场好像不太需要用到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使用的领主，这边先暂停一下。那是使用一个传奇领主赫尔曼。那主要带来是像这个也是补血的，然后还有魔法弹，然后这边也有是减速的魔法，减缓对方的速度。然后最重要是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魔法是这个，它是召唤一只单体步行英雄，对，它算是单体步行英雄，然后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扣血，那可以召唤。在两军交战的时候，召唤在对方队伍的后面进行偷袭，那效果会非常的不错。那我这边呢是有骑乘这种载具，它的坐骑主要是有这个提升士气，然后还有补血，然后还有这边这个近战的防御跟近战攻击各加5点。总之就是一个施法加上图腾的概念，在旁边放光环，它在旁边就算是有做事啊。当然我方单位没那么少，我们放在外面还是有其他的哦。这边出了2队血宝骑士，骑枪版本的冲锋加成非常的高昂，像现在已经来到了79点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它有的是反大能力。那针对对方的像是骑马的单位，会有非常卓越的输出啊。这边也是有2队啊，一队也是一样的血宝骑士，那另外一队比较不一样，因为钱不够。另外一队是那个黑骑士精英版本，钱比较少，所以没办法出比较好的单位啦。那黑骑士主要就是用来反步兵的，它针对大型单位没有加成，稍显可惜一点。那最外面就是2队恐狼，最好是能在第一时间捞过对方的前线，然后抓对方的炮兵，这是非常理想的状况。然后我们这边暂停，对方的动作已经开始有了。先驱士骑3队，没有错，就是骑马的火枪兵啊，相信看过我使用那么多火枪兵就知道，火枪兵的攻击很可怕，再加上它有骑马的话，那个机动性非常恐怖。那这边呢，2队的战争马车，我们看一下，它上面有不少的射击手哦，它是战车单位，所以你要拿来当战车冲撞也不是问题，你要拿来当火枪兵射击也不是问题，非常万用的单位啊，要谨慎应付。不过它有个问题吧，算缺点，它的血量我觉得没有到很多，2400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很多。然后这边再继续看下去，自由民兵团这边配置了2队，那这边还配置1队，总共有3队自由民兵团。自由民兵团跟大震弹的不太一样，大震弹的射程距离比较短，它这个射程距离比较长，所以通常来讲是来得及射击完1轮过后来得及跑的哦。所以要抓他们自己要去斟酌，尤其是不要用步兵。那这边呢有着鞭笞者。这一队是精英版本，那它有配置其他的普通版本，主要就是能拖住对方。不过它的
武器威力其实也不差哦，它的武器威力现在也是高达了41，也是非常可观。那这边呢就摆了3对比较便宜的剑刺，算是当肉盾吧，因为它的输出能力其实算没有到非常高。那最后这边摆对的是火箭炮，主要就是针对对方的步兵单位，打多模组血量比较少的那种步兵单位的话，会很好用。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领主，这个就是铁面啊，铁面具，它是使用金属系法术，毁灭熔流、黄金猎犬，然后还有带终极炼金术，都是带攻击性的法术。好了，介绍那么多，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了。那一刚开始呢，对方的先驱侍从还有战争马车就直接冲出来啦，因为他们有着非常好的机动性。那刚开始就是乱枪射击啊，其实打到谁都可以啊，最好是能点到领主啊，把领主点死。这边呢，我又使用了那个血宝骑士去追对方的先驱侍从。其实我不确定能不能追上，然后这时候突然掉头，想针对对方的这个战争马车。哦，这个时候真的很危险，这个被射了很多下。然后对方这时候一个法术放下来，我想说尽可能把战争马车给抓掉，但是重创。其实这样换下来，我方算重创，因为对方战车马车基本上本来就跑不掉，然后他这样子耗下来，其实算我方算很亏。好，这边又在持续的追逐战哦，然后这边又一个法术下来，这不是我的法术。好，终极炼金术这样子打下来，很痛，这个骑兵基本上会撑不住。好，士气已经见底了。那这边，另外这边呢，战争马车，跟着这边我方的骑兵也在追逐对方的先驱侍从。那狗狗呢，已经冲进去先开始要撕咬，现在在针对对方的炮兵。那另外一队呢，刚好抓到对方自由民兵团，是来得及咬死他的哦。那前线呢，基本上就还好，我们这边放慢速度，前线这边已经开始打在一起了。这边其实操作空间不是很多，尤其僵尸基本上移动速度也不快，所以前线基本上就是放给他打。那操作重点呢，都放在像是恐狼，还有你的骑兵，要抓对方的自由民兵团这种输出单位，然后战争马车这种东西都不要放过他们。然后先驱士骑也是不能放过，主要就是要把对方的这几个拿火枪的要抓死。那领主的话有余地再抓，毕竟他是这种是纯魔法师的，他的基本上下去贴着人打也是可以，如果是贴低级兵也是低级的兵也是可以，但是你要真的要贴有输出单位打他，应该会很辛苦。好了，我们放大看一下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呢，故意用僵尸去抓对方这个自由民兵团，没有错。通常来讲的话，他一定会想跑，没关系，僵尸给他射。我僵尸一队100块，我用200块去让对方2队的自由民兵团不能做事，我方算赚。当你东西很多的时候，你没办法清除应该说你的目标很多的时候，你没办法一口气清除掉太多对方东西，你有时候要拿这种比较便宜的东西去驱赶对方。所以说对方这时候你看他走一走，他还是可以再去射击攻击别的单位，但是他这样的话他很危险，他有可能会被僵尸贴到，所以这边他就必须要不断的去拉扯或去跑开。这样子其实如果假设说对方是开近战规避，那他其实他会一直乱动，会很傻。可是假设对方没有开近战规避的话，那对方就要浪费掉很多手速在这上面。好，我们这边的时候看到狗，先用狗先咬住，然后等一下僵尸贴上去过后，狗就可以拉走了。因为狗速度比较快，但是狗其实咬它其实本身自己也很吃力，然后近战
这样子把对方逼到变成近战锅，其实狗娘就可以拉开了。好，刚刚没有看到，刚刚用那个血宝骑士把对方的领主给抓残了哦。那这边我们还是持续要去抓对方的先驱士骑啊，因为他的机动性很强，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，不可以让他留在最后面，最好是一定要全部打退。你看对方的先驱士骑，哪怕只剩下一点点，其实那个输出都还是很恐怖哦。那这边就是尽可能要快速绞杀，要把他们那个全部打完。战争马车刚在一阵混乱中就全部都被清掉了。那血宝骑士就是，如果外面东西没地方打的话，就可以从后面去撞一下对方。好，这边的先驱侍从也解决掉了。那这边自由民兵团在跟僵尸打架，其实这对我来讲是好消息。你用100块的东西拖住对方的主力单位，让他无法输出，然后这个时候像骑兵就可以这样子从后面撞对方的屁股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样撞下去，对方就很难过哦。这一队就差不多要没了哦。原本是僵尸很不利哦，这样子撞一下夹一下，好，对方的自由民兵团就消失了。这游戏的被打后面打屁股是很痛的。这边就是刚领主所提到的技能召唤出来的尸妖王。我们这边看一下尸妖王的能力，血量高达2000多，这就是像是英雄单位。不过它会持续慢慢的劣化，就是它有存在时间的问题。不过没关系，但是它一直这样子砍对方屁股，其实就已经非常好用了。基本上这时候就已经定局了，对方只剩下鞭笞者而已。外面东西都已经跑掉，都已经没了。好，我们来直接加速过去吧，因为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只剩下几只的鞭笞者而已。那我们这边就是用围剿的方式围着，然后就结束了。这一场决斗其实蛮混乱的，坦白讲，因为要操作东西很多。我们后面来细细来讲一下。然后首先呢，就是我方机动性比较优异的就是恐狼，然后再来是这血宝跟黑骑士。那你要面对的是有着先驱士骑、战争马车，这边总共就有5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虽然说我方有6队，但是对方还有3队自由民兵团是有输出能力，而且还有一队炮兵，所以实际上要抓的目标很多，非常多。那刚刚有特别拍到，就是用2队僵尸去驱赶对方2队的自由民兵团那个镜头。这个就是在我方单位没办法去快速解决，或者是赶快赶跑这些单位的时候，用这种很廉价的单位去驱赶也是个办法。因为他们这种远程单位通常来讲近战能力都很薄弱。虽然说刚刚打那个僵尸是打得赢啊，僵尸真的是完全没有作战能力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他完全没有作战能力，他打自由民兵团都很吃力。但是我要就是自由民兵团只要不开火，我僵尸100块就是赚，要有这种概念。哪怕是我僵尸一定是打输，没有关系，打输就打输，但是他只要不开枪，我方就是赚，要有这种概念。只要对方的主力输出不能做事，不能输出，那你这些僵尸200块僵尸就算值得了，2队200块这样子就算值得了。那也刚刚有看到，就是利用恐狼先咬住对方，逼对方变成近战模式过后，然后僵尸过去，然后那个恐狼再拉走，这也是一个操作，就比较花费手术。那如果是像这边的话，你自由民兵团自己就是要去找我方的其他近战队伍，你要去自己去穿自己的队伍，然后把那个原本追你的威胁的恐狼啊，或者是血宝骑士啊那些东西，要想办法去甩掉他们，要尽可能去保护住。那像刚刚那个，如果说遇到2队僵尸在赶你的话，通常来讲，如果你是开着近战规避，那你就会这样一直开着，然后最后弹药就全部浪费在那种垃圾上面。
最好还是就是手动去操作，然后把自己去拉开。虽然说其实近战规避我也觉得真的好用啊，尤其是在那种骑马的单位有移动射击，近战规避真的很好用啊，去风筝别人的时候真的会很欢的。但是其实建议不要有养成这个习惯，非常危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